这座被誉为浪漫之都的城市从来不缺故事。但那一夜，在灯光与人群交织的后台，却悄然上演了一段足以让无数人心跳加速的瞬间。时装周的喧嚣仍在继续，闪光灯之外的世界却更加真实而动人。肖战与王一博的出现，并非刻意安排，而像是命运轻轻推动的一次交汇。两人分别出席不同品牌的活动，却在后台狭窄的通道中不期而遇。没有红毯上的从容与距离，也没有镜头前的精心设计，那一刻，他们只是两个久别重逢的人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张力，工作人员来来往往，却仿佛都成了背景。两人的目光在短暂交汇后停留得异常久，那种熟悉与克制交织的情绪，让人几乎能听见心跳的声音。有人说，真正的情感从来不需要语言，但在那一刻，所有人都隐约感觉到有什么即将发生。后台的灯光并不明亮，却足以照出一个人最真实的表情。肖战微微侧身，似乎在寻找一个更自然的角度，而王一博则下意识地向前一步，那一步既克制又坚定。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，却又仿佛隔着无数未说出口的话。有粉丝后来回忆，那一刻两人的肢体语言几乎同步，微微轻身，短暂的停顿，再一次不约而同的抬头。这种默契不是简单的熟悉可以解释，更像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。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们眼神中的变化，从最初的惊讶到逐渐柔和，再到一种几乎难以掩饰的情绪流动。那种情绪不张扬，却极具力量。没有人说话，但所有人都在等待。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们会像往常一样简单寒暄，礼貌分开时，意外发生了。王一博微微低头，靠近肖战，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里说了一句话。那句话没有被麦克风捕捉，也没有被清晰记录下来，但从肖战瞬间停滞的表情中可以看出，那绝不是一句普通的问候。他的眼神在那一刻彻底变了，那是一种被击中内心的反应，震惊、动摇，还有一丝无法掩饰的温柔。短短几秒钟，却仿佛跨越了多年未曾说出口的情感。有人试图从唇语中解读，有人反复观看偷拍视频，但真正重要的，或许并不是那句话的具体内容，而是它带来的情绪震动。因为真正的告白，从来不只是语言，而是那一瞬间的全部情绪。视频流出后，整个网络几乎陷入沸腾。粉丝们开始逐帧分析，从角度到光影，从表情到呼吸节奏，每一个细节都被无限放大。有人指出，肖战在听完那句话后轻轻抿唇，有人注意到王一博说完后短暂移开的视线。这些细节被解读成无数种可能。有人说，那是一句迟到多年的回应；有人说，那是一次鼓起勇气的试探；也有人认为，那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一句关心。但无论解释如何不同，有一点却是共识，那一刻的真实情绪是无法伪装的。粉丝的热情不只是好奇，更是一种长期积累的情感投射。他们在这些细节中寻找答案，也寻找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。当人们开始回顾过去，才发现这一刻并非毫无预兆。从早年的合作到后来的各自发展，两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。公开场合的互动虽不频繁，但每一次出现都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默契。那些被忽略的瞬间，一个下意识的回头，一个在人群中精准找到彼此的目光，如今都被重新审视。也许真正的情感从来不是突然出现，而是缓慢积累，在某一个契机下爆发。巴黎的这一夜只是那个临界点。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被放大，每一句话都可能引发风暴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表达真实情感本身就是一种挑战。那一句低声的告白，不仅是情感的释放，更是一种勇气的体现。他们必须在真实与理性之间找到平衡，在情感与责任之间做出选择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那一刻才显得更加珍贵。因为它不是冲动，而是在长时间克制之后的突破。
在这个充满包装与表演的时代，人们早已习惯了被设计好的情节。而巴黎后台的这一幕之所以打动人心，正是因为它的不可复制。没有剧本，没有预告，也没有修饰，那是一种未经雕琢的真实。观众之所以沉迷，不只是因为两个人本身，更因为他们在那一刻所展现出的情感，让人看到了真实关系的可能性。这种真实是最稀缺的，也是最有力量的。那一句话之后，两人很快恢复了表面的平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但正是这种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让一切变得更加耐人寻味。未来会怎样？他们是否会再次回应？那一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这些问题没有答案，但也正因为没有答案，才让人不断期待。因为有些故事最动人的部分不是结局，而是那一段充满可能性的过程。巴黎后台那短短几秒的互动，仿佛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却激起了层层无法平息的涟漪。随着偷拍视频被不断转发、剪辑、放大，这一刻早已不再属于当事人，而是迅速演变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情绪狂欢。最耐人寻味的是，观众的关注点并不局限于发生了什么，而是延伸到了为什么会这样。有人开始分析两人近年来的行程交集，有人整理他们公开场合的所有同框画面，甚至连社交平台的点赞、转发、发布时间都被纳入解读体系。这种近乎考古式的追溯，让原本模糊的情感轮廓逐渐被赋予更多意义。粉丝不再只是旁观者，而是主动参与构建叙事的人。他们用自己的理解填补那些未被说出口的空白。与此同时，情绪也在不断放大。从最初的惊讶与好奇，到逐渐演变为期待、激动，甚至带着一丝紧张的不安。因为越真实的瞬间，越容易让人投入，也越容易让人害怕失去。社交媒体上，各种版本的解读层出不穷，有温柔细腻的分析，也有大胆直接的猜测。不同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舆论生态。而正是在这种持续发酵中，那一句未被听清的低声话语，反而变得愈发重要。它像一个谜题的核心，吸引着所有人不断靠近，却始终无法完全揭开。或许，这正是它最迷人的地方，不确定，才让人无法停止想象。在娱乐行业中，关系常常被标签化，合作、营业、朋友、搭档，每一种定义都带着明确的边界。然而，巴黎后台的这一幕，却让这些边界开始变得模糊。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，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？如果只是普通朋友，为何会有那样的眼神停留？如果只是工作关系，又为何会在私下产生如此强烈的情绪波动？但如果将一切上升到更深层的情感，又似乎缺乏明确的证据。正是在这种无法定义的状态中，观众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。因为现实中的关系本就很少有清晰的标签，人们在复杂的情感中试探、靠近、退缩，而这种真实的复杂性，在娱乐圈中却极为罕见。他们没有给出答案，却用行动呈现出一种介于之间的状态。这种状态比任何明确的定义都更具吸引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模糊性恰恰打破了观众长期以来对明星关系的固有认知。原来，在高度曝光的环境中，仍然可以存在不被完全解读的情感。而这也让人不禁思考，或许真正珍贵的，并不是关系的名称，而是那份在特定时刻真实流动的情绪。当热度逐渐稳定，人们开始意识到，这场告白事件之所以持续引发关注，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的身份，而是因为它触及了更深层的情感共鸣。每个人的生命中，或许都曾有过那样一个瞬间，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话，想靠近却又犹豫的距离。那种未完成的表达，往往比明确的结果更让人难以忘怀。巴黎后台的那一句低语，正是这种未完成的象征。它没有结局，没有回应，也没有明确的后续发展。但正因为如此，它保留了所有可能性，也承载了所有投射。